好瓜，我是 Tim， 欢迎收看本期视飓风。不知道你还是否记得我们大半年前做过一个光绘节目？我们不仅在天上搞出了无人机光绘，也到了深山里面画出了巨幅的2233娘。然后在节目的片尾，我们给自己埋了一个大坑，我们说光绘还有更多的创意玩法。那么本着不断自我挑战的精神，这次我们向你带来一个全新的光绘技术，也就是光绘摄影 2.0 立体光绘。在上期节目中，我们用机械臂画出了一个 3D 的线条恐龙，就是这个画面，其实也还行，但是从早到晚花费一整天，我们只拍出了3.2秒动态效果，有点太折腾了。我们就在想，有没有一种更高效的立体光绘方式，能让我们把拍摄效率提升几倍，甚至几十倍呢？那带着这个疑问，我们开始了收集资料，然后发现一个理论非常有意思。如果说我们把一个屏幕当成一个 3D 空间的切片，那么理论上我们只需要制作一个巨大的机械结构，在房间里面带着屏幕快速运动，同时屏幕上的画面按照顺序发生变化，然后这个时候我们的相机开启一个闭门长曝光模式，就是无限曝光的时间。逻辑上你就可以看到这个2D 的电视画面被硬生生的推拉出了纵深，创造出了一个3维的光绘。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理解，你把它当成一个现实中的 3D 灯光打印机，可能会更容易理解一些。而且只要我们再有一台机械臂，同步和这个电视屏幕一起来移动，移动的速率完全一致，带着相机进行长曝光，那么逻辑上我们就可以拍到移动机位的 3D 光绘。我们说干就干，找到了专做机器人控制的 Umoko 团队，他们在我们的公司里面架上了这一整套的大型电控轨道，嵌上了电视，同时开始开发，为我们的拍摄打下了基础。那同一时间我们开始准备物料。物料的准备其实听起来是不复杂的，理论上只需要一个3维模型，细分成无数个薄薄的切片，然后让它们在空间里面按照适当的位置组合也就可以了。那一开始我们都觉得这很简单，但是等到真正开始做的时候，我们才意识到从一个低维空间向高维空间跃升，需要的数据量是超级恐怖的。你想一下这个逻辑，如果我们做500个切片，那一张 3D 光绘照片就需要渲染500个序列帧，然后一个6秒钟的动态光绘视频，每秒钟会有25张这样的光绘照片，所以你需要做150张光绘照片才能有6秒钟的视频。那么请问渲染的话，我们要渲染多少个切片帧视频？75000帧，就离谱。虽然我们的特效老哥绷不住了，但是在一番的安抚之后，我们还是得到了他的承诺，他人真的很好。所以切片开始，我们先拿了一点简单的东西来开刀。所以最终版的切片拿到，我们的机械轨道控制代码也由我们的朋友 Umoko 团队编写完成，它会随着视频的播放同步前后的移动，这个过程非常的帅。那么机位100，关灯，按下启动，我们屏住呼吸，盯着屏幕伴随播放的切片素材同步向前移动。经过了60多秒的曝光等待之后，下面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。这不对啊，就是怎么就画不出来？这理论没问题啊，我们试了好几次，可是拍出来的东西都是像这样的。然后我们就想，是不是因为机位是放在45度的，而屏幕是直接冲着前方的？那我们按照机位的角度，切片的画面在屏幕上播放，得到的还是一个斜面，所以透视就不对了。这是我们的猜想。于是我们按照这个新的理论 2.0 又改了一堆代码，做了很多调整。那我们想这总可以了，对吧？于是在经过几个小时的渲染之后，我们拿到了新的 2.0 版的投影物料，再次在公司里面启动了这个系统。就为什么呀？这理论明明都对的，但是我们画出来的画面就是这样子这么一坨。在同一时间我们也看到国外其实是有过成功的视频案例的，像这个，所以我们就更急了，这肯定是可以实现的。但怎么做？那最终我们抱着一线希望，拿着第一次测试的素材，然后又试了一下。但没有想到这一次虽然不完美，但是当灯开启之后，我们居然得到了像这样的一个画面。这理论是没有错的，那只是因为之前的切片物料存在误差，和电视的屏幕还有机械系统的延时没有完全的被修正，所以才导致出现了这样的 bug。那既然是 bug， 那就好办了。在快速修正之后，我们总算得到了这样一台空间光影机。
非常感谢你看到这里，我们终于跑通了立体光绘的制作。但既然我们已经投入了这么多努力，感觉静态立体光绘还是不够带劲，我们是不是可以拍出更富有动视美感的 3D 立体光绘呢？那经过大家的疯狂编程还有调试之后，我们又一次按下了快门。你相信光吗？不知道你看完这些立体动态光绘之后，有没有感叹光这种神秘又深邃的存在，到底还蕴藏了多少的奥秘？是光点亮了现代技术的文明，也在继续描绘着充满未知的将来。我们这次也通过探索，完成了用有形的光来表现无形的气味。那从半年前拍完那期光绘视频之后，我们就一直想着挑战自己，看看能不能做出和 Darren Pearson 一样更极致、更有趣的光绘摄影。然后在拍摄过程中，我们也遇到了比我们原先设想多得多的困难，在视频里面没有赘述，但是真的还挺难的。从技术的探究、测试到与众多部门的联动配合，无时无刻不充满着挑战。那现在，当你能够看到这期节目的时候，也说明我们最终还是坚持了下来。而敢于突破自我、不断追求完美的精神，也正和香奈儿蔚蓝男士香水所具有的精神不谋而合。香奈儿蔚蓝男士香水给予了我非常大的创作灵感。我们也用光绘制作出了摩登城市里面那些令人印象深刻的事物。其实回想这次拍摄立体光绘的过程，就像用光绘制的那瓶蔚蓝香水一样，它也拥有不同的段落、层次还有味道。前调是活力清爽的柑橘和薄荷，让人精神振奋，充满活力。主调是香根草的气味，带着一丝沉稳感性，而尾调的琥珀和雪松带着温润感性的味道，让我可以从各种环境中都能闹中取静，专注在眼前的创作之中。在工作和乐趣中实现平衡，也是自我实现的真谛。所以想做就做吧，我们总会成功的。这就是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。如果你喜欢的话，也请务必点赞、投币、3连转发，发给你的朋友看一看，这会对我们非常大的帮助。那么我们下次再见。